嗨，大家好，我是 Moses， 欢迎你们今天来听我的故事，请进。来自内蒙古的 Moses 是团队中的大哥哥，也是领导者，照顾大家无微不至。刚来美国时是黑户的他，只能做最底层工作。如今他有幸福的家庭，做着喜爱的摄影工作，闲暇时弹贝斯、起重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生命是如何扭转的。我从小生长的一个这种的成长的环境，家庭环境，并不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家庭，因为我父母就是感情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当然不会对我有暴力，但是他们夫妻之间会经常会有肢体上的冲突呀。高中毕业了之后，我父母就离婚了。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实在是没办法承受这种的恐惧和面对这样暴力家庭的这种恐惧，所以我和他们商量，我说你们可不可以离婚？当然他们那时候感情也基本到了到了尽头了，所以他们在我上大学时候离婚。那我当时也有很多我内蒙的就是高中同学，一些同学他们都去了北京，他也都在邀请我说啊，希望你能来北京上学，真的大城市特别好，所以我就去了北京上了大学。那几年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基本我每一个周末我都会去打工，去挣我的下一周的生活费。那我也喜欢这个音乐，所以北京的这些 live house 又比较多，所以偶尔会去跟朋友去看一些乐队的演出什么的。那北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承载着我的一些梦想。这个地方我喜欢音乐，有我能够感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理想，感觉是可以在这个城市所实现的。我妈妈生病是在08年我妈检查出来她得了这个宫颈癌。那当时我在北京已经在实习在工作了，就是听到我妈生病的这个通知呢，就是我大姨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北京怎么样，工作顺利吗？我说挺好的呀。她说那个你妈妈生病了，说你要不要有休息的时候回来。那过了1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正好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坐在公交车上，我爸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就是基本跟他的联系特别少，因为从小这种经历。那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哎，那个你妈生病了，比较严重，你回来吧。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的就很严重了，因为我爸我妈他们离婚有好多年，他们也基本不联系，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坐了从北京回内蒙，就是有晚上的火车，要坐1晚上11个小时，我坐火车回到家里面。他其实已经好几个月了，检查出来，并且他当时是被我们内蒙的医院已经病危通知，然后其实也没有很多医院愿意接受他了，说不好听其实就是在等待着死亡，因为医生也不愿意去接受一个成功率很低的，而且他也在做了很多化疗，那身体也变得很瘦，真的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人。家里面的亲戚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包括医生的建议，就是让我妈留在家里面，就是安排后事，再活1个月，有可能会3个月，那最多好像说奇迹的话，有可能会活到半年。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我妈妈一起生活嘛，那我当时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和挑战。就在那几天，我每天就是都在想，我应该怎么办。那突然有一天，我就坐在院子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和一个想法，就告诉我说啊，你要去带着你妈妈去北京去看病，即使这个成功率很低，但是也要去这样去做，就很清楚的声音，然后内心就很坚信我妈就肯定会就是去医院去看病医治，就肯定会好。
对于那个年龄段的我去做一个这样的抉择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当时也很多家人就不赞同，说啊你这样太就是基本就是医生都说了。那我当时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我说我决定了，我要带我妈去，并且当时那个想法呢，到了我脑子里头这个想法还告诉我一个道理，说如果你不带你妈妈去看，那你会后悔。尽我全力带我妈妈去看病，尽我当时最大的能力去了最好的医院去看了病，但是都没有办法了，那我不会后悔，因为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在我的脑子里头，我就有了这样的声音，并且很清晰的替我分析，所以你要这样做这样的决定。但是现在看来，那真的就是神在跟我对话。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是神给我，我只是觉得我有一个这么强烈的预感，我要带我妈去。那这一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神迹。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从小不生病，所以我从来不怎么去医院。那我对医院看病的流程其实是不了解的。那我就搜到一个北京肿瘤医院啊，搜到这医院，我就一看名字叫北京什么肿瘤医院，那我想那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医院。到了这医院门口，就看到大门口就是很多很长的队伍都在排队，然后我就上前去前面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排队上，他说你要挂号，挂号当然要排队了，但我不知道需要挂号什么的，我就去这个医院的大厅，那我就看到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是针对我妈这个。那在他的这个窗口门前面已经有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不想就是排到了，就是已经挂号挂不上了，那我就没必要排，因为我妈身体很虚弱，那我就回去，我下次再来嘛。我只是想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要从后面走到这个前面这个窗口，我要就是这一排都是排队的人，我要在他们旁边走到过去，所以很多人就会误认为我是在插队。我说我只是想问一个问题，他说大家都是来问问题的，不只是你来问题，我们也都是问问题的。我当时就也不管那么多，我心想那你们骂就骂吧，我只是就是问一个问题，我真的不是插队。窗口前面有一个人正在和这个护士挂号，我就想等这个人说完话，我就是插在这个第二个人的这个前面，我就去尽快去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站在第二个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女的，正在接电话，然后她把电话挂了之后，就跟后面拉我的人说：“哎，你们不要再拉他了，他是我弟弟，我早晨来排队挂号，现在我接了一个电话，家里头有很严重的，就是很紧急的事情我要处理。”那我让我这个弟弟现在来站我旁边，你们就我也排队了，我就走了呀，他就站我的位置。那这样一说，大家就都也没有什么理由再把我拉走了。然后前面这个人对话这个人呢说完了之后呢，就轮到我了。然后他说你要在什么？我说我就是想挂号，我妈是这个宫颈癌，说想挂这个医生。他说可以，那就挂吧。然后就这样就挂完了，也没用排队，也就是没被这些人。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在那一瞬间把这个问题帮我处理了，给大家解释了，然后这个人就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就是想不起来任何的这个相貌特征回忆。那在现在看来呢，我就觉得这就是神派来的一个天使。当天挂上号，当天就有一个空床位，然后我妈就住上了，然后就安排的做手术。那医生也看说个肿瘤就是很大，手术难度很高，但是还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大概住了几周之后吧，就安排去做手术。那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又出现了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中国看医生，通常都是要准备这个红包给医生，不成文的一个规定。那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妹妹，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在我妈做手术的前几天吧，主治医生的妈妈去世了，然后这个主治医生妈妈呢，就是住在这一层楼里头，也是这个就是这种妇科的这种癌症。这个主治医生的妈妈的手术就是主治医生他自己亲自做的。
但是还是就是失败了，当时就去世了。那这个医生呢就休息了大概3、4天之后呢，就轮到我妈妈这个做手术了。医生来看我说啊，都挺好，一切都挺顺利，明天手术继续。然后我就出去，在这个病房旁边一个小角落，我说哎，医生，那个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然后我就把那3000块钱的红包准备了。然后当时医生就跟我说那个说也许在这以前我会收下你这个红包，但是今天我绝对不会收你这个红包了。我肯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给你妈妈做手术。2呢，所有人也都听说了我妈妈前几天就去世了，就是在我的手术室去世的，感受到了这种的失去家人的这种痛苦，根本不是说用金钱可以来去弥补的。新的一个领悟吧，对于他来说，就是金钱比起生命就真的差很多，就成了这个医生从业以来第一个没有收红包的患者和家属。那接下来第2天我妈就做手术，大概做了8个小时。那一天我就一直在不停的祷告，但是也不会祷告，就是觉得啊，要让我妈这个手术成功顺利的出来。当然手术真的是特别成功。那手术之后呢，大概1周我妈就恢复的特别快。其实这也是我信主的一个契机了。我就觉得用常识和用世界上的一些理性的东西去分析，其实是解释不通的。真的没有这么的巧合，也没有这么的幸运。信主的一个就是留下的一个契机。对，我妈妈生病完，病好了之后呢，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想回到内蒙古生活，因为工作机会特别少。那我留在北京，工作机会是很多，但是呢，又考虑到现实，我要成家立业，那我觉得留在北京就太难了。那我就突然，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发小，高中同学，那我们就在想，哎，他的工作也不是很理想，也是就是开始思考未来了嘛。那越思考越觉得在北京留下来，感觉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俩就商量说，哎，我们记得小的时候还说，哎，感觉生活在美国的孩子都好幸福，好酷。就觉得哎，那个国家感觉在我们心里头是一个很向往、很神圣的国家。那突然有一天，我们俩下了班就是在屋里面就说，哎，那我们生活也不如意，那不如我们再去找找。问到一个这个机构是有点像这种交换生。那我就了解到这样的项目，那我就去咨询这样的机构，甚至在这样的机构里头工作了1年，用了这样，其实也算是作假了，找了一些我们内蒙当地的学校开了一些假的在校证明，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暑期实习。那我就来到了美国，大概这个实习期是3个月，就要回到中国。那我3个月结束了，我就留在了美国。留在美国比我早来的我的那个发小，他就去一个教会，在一个韩国教会。那我来洛杉矶第1天，他就带我去了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每天都开。刚来的第1天，正好早晨4点，朋友还有就是教会有一个阿姨，她会每天去开车把这些想来教会晨祷的人接上，他就把我们接来教会，跟这个阿姨路上也聊。那我那个时候就听说洛杉矶很多这样的律师可以帮你移民呀、政治庇护什么的。当时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后来就自己写案子，就是曾经通过的人，他们告诉我应该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我就按照这个流程就这样去写。但教会的人也很好，就是平白无故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而且我来教会的目的又没有那么纯，我就是为了做政治庇护啊。但是他们就觉得，只要你来到教会，愿意跟神有一个连接，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足够了。
我来这8年没有身份，我刚开始就是做，都是一些最底层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跟一个上海的老板做装修，跟他做完之后，我就找了一个餐厅的工作，当时还是在Rancho。我那个时候是10年嘛，每天基本看不到太阳，就上了他的车，然后大家就拉到后厨房是基本看不着太阳的。突然有一天觉得，那我来这边是我向往的美国生活，并不是这样每天就是做苦。我不怕吃苦，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就是学习，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在12年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离开这个洛杉矶，想去其他地方。当时又找了一个在 Nebraska 的工作，是一个中部的小镇，在后厨做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在前面做 server， 就可以跟这些客人有聊天什么的。当然在那小镇子上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居民，所以那一年就是我的英语也有进步，也有了解美国生活。因为我就是比较爱交朋友，爱跟大家一起凑在一起玩。那我在北京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就是所有的内蒙人，在北京的内蒙人就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来了美国呢，我就觉得，当时在北京那个组织把一些老乡聚在一起，感觉有种家的感觉，特别好。那我也组建一个这样的群组，所以就组建了一个这样的群组，叫洛城灰猴。灰猴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方言，就是指调皮捣蛋、比较淘气的孩子们，就叫灰猴。那当然，大部分他们都是留学生。那我当时组建这个组织，其实就是想让这些人感受到老乡在异国他乡的一个组织，有这样一个像家的一样。所以当时我们组建了很多的活动，基本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比如说1月份，那我就是所有1月份过生日的，我们就在1月份有一个1月份的生日 party。那当然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户外活动，一些滑雪呀，然后就是还会组织一些露营，去扎刷吹我们会露营，当然也会组织一些去大熊湖木屋，我们就做一些我们家乡的菜。那在这种过程中呢，也会就是先建立关系，那也会去分享给他们我来美国是怎么样的经历啊？我为什么要信主或者怎么样？分享我的信仰，去分享福音吧。很多这样的胡适的老乡，他们也就是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我们教会，后来也在教会做服侍，做怎么样。不是以传福音的目的去组建了这个组织，作为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个组织里头，更多的是想让自己这个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去主动的想去了解什么是教会啊？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啊？我也想去教会，我也想去看一看，就是顺理成章的就也有很多人就开始信主。通过这个组织，也有很多当时的留学生们现在都是教会的很优秀的领袖，也有做 worship leader 的，对。其实我觉得我心态上的一些转变，真的是要归于神，要感谢教会这些年对我的一个影响。没有来美国之前，我上大学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性格还是有很多的性格缺陷的，至少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很有爱的家庭长大的，他是散发出很多很积极、阳光、很自信的，因为他是从小是被爱和很有安全。那我从小呢是完全是在一个极具没有安全感，甚至都是恐惧和担心害怕的一个环境下长大。那来了美国，就是被这些人，被教会的人无条件的去爱，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任何可以回报给他们的，所以我慢慢的有被这样教会的爱所慢慢的去影响到我。那在带小组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都是属于2代移民。我觉得这就是教会作为青年领袖或者是这种小组长 leader 的一个特别之处，跟世界上的 leader 不一样。在教会的 leader 并不是你要去服侍他们，你要去
你所谓的 leader， 你要去关心他们，去体会他们的心情，去服侍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被爱的，他们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就慢慢的变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曾经这样的我，能够神给我这样的使命，让我去服侍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当然我也会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真的就是让我也变得像这些 teenager 一样，就是很简单，我想做什么就，再加上美国这些孩子又比较自我，感觉像是贬义词，但其实就是他们是极具的安全和极具的被爱，所以体现出来的自信，我就是我。再后来我就不再认为我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孩子，那种抱怨和不公平就这个想法就完全转变了，被神的爱一点点去所填满，然后价值也慢慢一点点去实现，才想起来，哦，原来神给每个人的命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不一样，那我就是属于这一卦的，就是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我有了一个心态上和有身份上的一个转变。